嗨，朋友们，大家好，感谢观看立德菜园系列影片，这里是日本岐阜县。这两天呢，网友朋友们问我最多的是关于种马铃薯的一些问题。今天呢，就专门做一期视频给大家聊一聊种马铃薯的一些事情。首先，大家最关心的是马铃薯种的问题。马铃薯种呢，你可以去专门的园艺店买，也可以呢，就咱们自己家买来吃的，放得久的马铃薯也可以拿来种。第二个问题就是马铃薯已经出芽的和没有出芽的，它们的在食用上的注意事项，这两种呢都可以拿来种。那已经出芽的肯定要比还没有开始发芽的长得要快一些，其他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马铃薯种需不需要切开来种？关于这个问题呢，有几点要注意。一般来说，一个位置种的马铃薯，这个马铃薯的种块大小呢，太大了的话呢，没有意义不说，水分太多容易烂掉。那如果本身买的马铃薯种，它的大小就相当于 S 号的鸡蛋大小的话呢，大约是50克到60克左右的话呢，就不需要切开，整个拿来种就好。如果像是这样大的马铃薯呢，那我们要给它切开，切完了以后的这个大小呢，大约要在50-60克左右。需要切的马铃薯种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芽点大约是怎样分布的。每一个60克左右的这个马铃薯的种上面呢，最少要有2个以上的芽点。我们基于这个考虑来把这个马铃薯种的这个大的分一下。这上面呢有一个芽点，这边有一个芽点，我们就这样给它切下来。这样一切呢，它的重量也大约是在50-60克，然后它也有2个芽点，就达到标准了。那么我们这个切完了以后呢，如果家里有草木灰，最好给它蘸上草木灰。它这个切口蘸上草木灰呢，能够防止它烂掉。然后呢，如果没有草木灰，也有卖的这种，日本这边有卖这种ジャガイモシリカ，就是专门用来对这个根茎类菜的种子进行消毒的一种材料。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使用。最适合栽培马铃薯的土壤是透气性、排水性比较好的土壤。那么整地和用肥呢，大家可以参考我的视频下方的说明中关于整地的一些视频。马铃薯用肥的话，可以使用马铃薯或者是根茎类蔬菜的专用有机肥，或者是呢自己调制发酵鸡粪肥同发酵油渣肥的混合肥作为底肥来使用。关于起垄和扣地膜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虑。如果你的栽种的位置比较低洼，土壤的排水性也不是很好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起一个高垄，大约是20公分以上的高垄，这样的话会比较好。不建议大家使用地膜，防止呢由于地膜的这个保湿作用呢，把种给它烂掉。如果土质本身比较疏松，透气性、排水性都非常好的话呢，可以不起垄，然后铺上地膜来进行一定的保温保湿。如果土壤马铃薯栽种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你是起垄的话呢，可以这样间距30公分左右，挖一个这样的坑，我把这个马铃薯种放进去。在这个马铃薯实际栽培的时候呢，大家问的最多的大约是2个问题。一个是这个马铃薯在栽培的时候，这个芽点是朝下还是朝上？气温比较合适的时候，大约是在平均温度在10度左右的情况下呢，芽点朝上朝下都无所谓的，它都会很快的发出芽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要栽多深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要根据实际的气温和土质的情况来判断。那需要栽的深的情况呢，是栽的比较早，气温呢还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地表5公分左右呢会有霜冻的情况下呢，你就要栽在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比较深一点。这个时候呢，又涉及到这个芽点朝上朝下的问题。如果你在这种气温比较低、栽的比较深的时期来栽的话呢，我们就把它芽点朝上。那另一个是什么情况下栽的比较浅？就是温度比较合适，然后呢土壤比较松散，那我们就把这个芽点呢朝下栽，这样的话呢，它会往下伸展，然后长出来的苗就比较壮实。而且呢，因为气温合适，我们不用担心它会被冻坏烂掉这个问题。那马铃薯放进去以后，像我这个比较深的话，我就朝上放，然后把这个给它盖上，就放在这边就好了。如果气温在15度以上，连续1周左右呢，大约1周左右它就会出苗。出苗了以后呢，你等它出苗2周左右，基本上它里边所有的芽点的苗都出齐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想收个数少但是个头大的马铃薯的话呢，你就要对它这个芽进行一定的去芽的这个工作。去了芽以后，它剩下的芽的数量就决定了能结几个马铃薯。那剩的越少，结的马铃薯越大，数量就越少。同样呢，如果你不在乎它的大小，你觉得一拔出来一堆个小的马铃薯也很好的话呢，就不需要去这个马铃薯的芽，就是长多少你就让它随便长就好。那也有的网友朋友说，我家没有菜地我想用花盆或者是种植袋，能不能够来种马铃薯？都是一样的，都可以种的。如果你买的种植土里边带的肥料的话呢，你甚至都不用下底肥，直接把它上面剪开，然后在周围和底部呢扎一些透气透水的孔，你就直接把马铃薯栽进去。一般来说，它的种植袋的土呢都是比较松散的，那可以种的浅一点，也不用太在意这个芽点是朝上朝下，你就可以种上，放在那边，注意不要太让它干到就可以。种马铃薯的位置呢，可以是半阴的位置，但是不能全阴。如果你是在楼上呀，或者是阳台用种植袋来种马铃薯的话呢，一定要在下边用一个托盘接一下渗出来的水呀，还有肥料的渗出液等，防止呢把家里给搞脏了。那关于栽种马铃薯呢，我就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些。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怎样把马铃薯种得更好。感谢您的观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有帮到您，请帮我点个赞，订阅我的频道，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